当泰国跪下了，美国笑了，中国还站着，但脚下已经在塌。2025年8月1日，一个全球资本市场哀嚎的日子，美股暴跌，亚太市场惨绿一片，亚洲出口国纷纷签下降关税换和平的不平等协议，而跪得最彻底的，竟然是曾经最强硬的泰国。为了换取川普政府将对泰国商品的对等关税从 36% 降至 19%， 泰国几乎是剥光了自己，列出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投降清单，包括开放市场、放弃数据主权、对美数字企业减税、购买美方能源与军火，甚至还默认了美国对泰柬边境停火的干预。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贸易协定，而是金融版的不流血入侵。而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问题：中国会是下一个吗？根据泰国财政部长皮猜春哈瓦杰拉公开的文件，美国与泰国的新协议将从2025年8月1日起生效，核心内容是泰国向美国全面让步，美国将泰国产品的关税大幅调降。表面上看是降税，实际上是割地赔款。泰国的投降清单长达10条，几乎涵盖了一个国家主权的所有核心要素。1.1万种商品零关税，泰国对超过90%的美国进口商品全部豁免关税，从医疗器材到汽车零部件，泰国市场俨然成了美国商品的保税区。2、减少非关税壁垒，直接削弱泰国政府监管能力。3、向美企开放东部经济走廊 EC， 甚至提供 BOI 激励措施，引入清洁能源、半导体和 ICT 领域的美资主导投资。4、购买美国 LNG 和波音飞机，为美国能源与军工复苏买单。5、5年削减对美贸易顺差 70%， 自己当打工仔，为平衡美方赤字做贡献。6、采用严格原产地验证制度 RVC， 彻底切断中国商品借到泰国进军美国的路线。7、数字服务税2年内减至 5%， 为 Google Cloud 和 AWS 等美国科技巨头开绿灯。8、扩大美国农产品配额，直接冲击泰国本地农业。9、保留部分关键商品现有关税，但不过是对国内哀嚎的一点象征性自救。10、泰柬停火做交易筹码，默许了川普对区域冲突的直接干预。这哪是谈判，分明是准殖民协议。别以为这是美国对泰国的单边操作，背后是川普主导的一场全球对华关税围堵，泰国只是第一块倒下的骨牌。据彭博社7月31日报道，泰国去年出口美国总值高达630亿美元，占该国出口总额 18%， 美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而这些出口中有超过 17% 为疑似中国绕道产品，也就是说，泰国被川普政府视为中国灰色出口通道。为了彻底封死这一通道，美国一边打减税胡萝卜，一边威胁断链。泰国在内外交困、增长放缓的多重压力下，只能忍辱吞下。这也是为什么泰国协议里专门提及了 RVC Regional Value Content 制度，一种专门用于溯源的防中国规则。它将迫使泰国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原材料来源拆解，凡是中国产元件占比超过门槛的，一律拒发原产地证明。这无疑是精准打击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武器。而接下来，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可能照此模板被逐一清洗，谁跟中国绑定的越深，川普就越要下狠手。中国呢，还能硬刚吗？让我们来看看川普的下一步动作。根据白宫7月31日发布的行政命令，从2025年8月7日起，美国将对69个国家的新关税正式生效，税率区间从 10% 至最高 41% 不等。而8月12日，
就是中美在今年5月达成的90天关税休战期的最后一天。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中方不在8月12日前明确同意美方提出的市场准入加外资数据自由流动加数字贸易保护3大核心条件，川普将直接恢复4月份那一轮极限高压，对中出口商品征收平均37%的惩罚性关税，并取消小额包裹免税。这不是警告，而是倒计时。中国现在面临的选择并不多。选项1：妥协，仿照泰国做出极端让步，换取部分税率豁免。但这将意味着开放国内关键行业，对外资全面让利，放弃对数字平台监管权，甚至牺牲对台湾、南海等问题的外交话语权。选项2：强硬对抗，准备面对出口全面封锁、高科技产品无法外销、外资撤离和人民币汇率急剧波动带来的系统性冲击。选项3：转向内循环，牺牲增长目标，压缩外贸依赖，重建供应链自给能力，但可能会带来长达5年以上的经济战时状态。问题是，2025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同比已连续3季下滑，6月出口总额仅2823亿美元，同比下降11.3%。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止血，很可能提前引爆一场外贸企业倒闭潮。所以，真相其实很残酷，不是中国要不要硬刚的问题，而是还有没有硬刚的资本。如果说过去10年是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坐稳终端，那么2025年开始，就是这张椅子被川普一脚踹飞。泰国低头，越南犹豫，印尼观望，而中国还在硬撑。但一旦川普翻脸，中国很可能瞬间被架在火上烤。为什么？因为中国外贸不是强，而是太依赖。根据海关总署2025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约为2180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4.7%，而对欧盟出口也同比下滑9.8%。整个2025年上半年，中国出口总额为8.6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11.3%。这已是连续第3个季度出口负增长。在过去3个月中，江苏昆山已有37家外贸加工企业停产，广东东莞超60%的鞋服厂订单下滑超过30%，浙江义乌小商品出口总量同比下降17.6%，数百家外贸商改行送外卖。福建泉州、永庄、针织品等欧美单锐减40%以上，大量工厂裁员或倒闭。这些不是媒体炒作，而是活生生的骨头碎裂声。中国外贸，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一旦关税回升到37%甚至41%，将意味着这些工厂原本5%的净利瞬间被吞掉，直接变成亏本。你以为这是经济问题？不，这是社会问题。你知道2025年中国有多少人靠出口制造业吃饭吗？超过1.2亿人。是的，根据人社部与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就业结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直接或间接从事外贸相关岗位的劳动者超过1.2亿，其中65%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与山东半岛。而这些岗位中的60百分号，也就是7200万人，属于灵活就业或临时合同制，一旦工厂停工，订单断裂，就是立刻失业。他们没有太多积蓄，没有社保兜底，没有转行机会。每一个倒下的中小工厂背后，都是数十个家庭陷入断粮。这就是硬刚的成本。很多人还在盯着芯片封锁、高科技制裁，但真正让中国外贸喘不过气的是物流链和金融通道的精准打击。依物流打击，川普7月30日签署的新政将取消所有低价值包裹免税。换句话说，从2025年8月29日起，哪怕是淘宝上
一副$2的耳环，发到美国也要缴关税。这对谁冲击最大？就是那些靠跨境小单生存的义乌商人、深圳亚马逊卖家、宁波拼单出口厂。你还没涨价，利润就没了。二、金融断流。据路透社8月2日报道，美国财政部已在筹备第2轮金融脱钩清单，拟要求美国金融机构在2026年前撤出对中国敏感行业含通信、国防、AI、金融云服务的投资与托管。这可能导致什么？大量在港融资的中资外贸企业找不到美元账户，资金链直接断裂。别忘了，截至2024年底，中国银行体系外汇贷款余额已突破2.1万亿美元。一旦美元流动性紧张，人民币汇率也撑不住。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已跌至 7.68， 创下2020年以来最低。一旦破 7.8， 进口成本会集体飞升，中国的内循环梦想也将碎一地。你可能还想说，中国有内需，有国产替代。拜托，请先看看数据。中国2025年上半年社零总额增长仅 1.3%， 剔除通胀后，实际增长可能为负。制造业 PMI 指数已连续2月低于荣枯线，6月为 49.2。国产高端制造出口占比不足 8%， 大多数仍集中在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中国接下来怎么办？往哪走都是死胡同。我们不是在预测末日，而是在陈述现实。妥协意味着主权交换经济温饱，硬刚意味着全民一起啃草根。维持现状已经不可能，川普不会给中国模糊空间。最悲剧的是，中国正在面对的不是能不能赢的问题，而是愿不愿输。美国这场贸易战已经不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霸权、供应链重组、地缘控制。而中国如果还坚持不丢脸、不让步，最终可能不是谁赢谁输，而是谁撑不下去。川普已经出手，泰国已经跪下，越南已经在列队。中国准备好了吗？